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我看你今天怎么赢我！你干什么？谁说呀？你今天跟他赌了，还不够丢人？滚开！我不跟他赌，谁跟他赌啊？横扫法租界，驰名中外，号称从未输过的法国赌神皮耶卡松。这场跨越几十年的赌局，绝对是赌圣一生中最精彩的对决，也是他归隐江湖前的最后一战。因为川岛这次请来的法国赌神，不仅在1937年就赢遍天下无敌手，就连1991年的赌神高进也对他的神秘赌术颇为忌惮。如今穿越到1937年的阿星，必须赢下比赛，才能穿越回1991年的香港。而大军刚才受到川岛的人格侮辱，憋了一肚子气的他，立马将火撒在皮尔卡松身上，可不料对方只是一个眼神，就把他震飞出了数米开外。阿星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皮尔卡松也身怀特异功能，怪不得能一直百战百胜。随后赌局正式开始，按照规矩，我要烟牌。只见皮尔卡松手扶桌面，3副扑克立即上下快速起落，并且每一沓的运动轨迹都一模一样。这种花里胡哨的炫技，瞬间引得全场为之欢呼雀跃。不过，作为接触过新时代产物的搞怪青年，论整活，阿星敢说第二就没人能认第一。3副牌在他特异功能催动下，犹如一条贪吃蛇在桌上摆来摆去。见皮尔卡松脸上写着大大不服后，更是当即一个鬼脸加持功力。我也没问题。接着荷官开始发牌，而由于1小时后，1991年的香港特异功能高手会一起发功，打开穿越时空隧道接阿星回去。于是为了速战速决，阿星刚拿到2张牌就直接梭哈，想用这招唬住皮尔卡松乱其心智，等下就能轻松赢下赌局。结果皮尔卡松丝毫没有考虑，同样梭哈了全部筹码。显然他对自己特异功能很有信心，根本不给阿星偷鸡的机会。而随着5张牌全部发完，两人同时发功开始搓牌，准备将手中的牌变成最大牌型。可两人手都快搓冒火星子了，牌却越变越小，甚至阿星还搓来了张曼玉的艺术照。他知道这是两人同时发功，互相排斥才会出现技术性干扰，于是阿星立马催动全部功力，想抢先一步改变手中牌型。皮尔卡松自然也明白这一点，赶紧跟着用出全力。结果2股力量同时迸发相撞，震得房屋一阵摇晃后，导致两人手中牌变成了一张白纸。糟了，他们这过度，功力已经用尽了。现在两人都已经没了特异功能，只能靠运气再赌一局。这一把和上次一样，刚摸到牌后两人就全部梭哈。不仅如此，阿星表示还要和黄金柜外赌一把。你有什么加的？加你的头啊！就是加你的头。他要和黄金柜赌命，只要这一把赢了，就能为死去的如仙小姐、如梦的双胞姐姐亲手报仇。但倘若黄金柜认怂不跟，阿星他们就能直接赢下今天赌。而见黄金柜果然怂的一批，川岛当即怒火中烧，强行替他签下了对赌生死协议。因为这个新经理突然想到一旁大军也身怀特异功能，于是赶紧许以荣华富贵，让大军出手换掉阿星手中底牌。这样一来保准稳赢。闻听此言的大军更是高兴坏了，果断发功开始换阿星底牌。随着红桃花色逐渐消失，阿星底牌被换成了梅花 S。如此一来，阿星本该3张3、2张2的 Full House， 就没有皮尔卡松的红桃同花大。你的红心3给我抽到对面去了，人家是图花，看你怎么个死法吧。大军这一波偷梁换柱，可谓是狠狠报了上次羞辱之仇。而川岛见胜利的天平倾斜自己，更是嚣张嘚瑟起来。这种小人得志的嘴脸，瞬间让阿星想到1991年的书上记载着皮尔卡松最后输给了一个叫今晚打老虎的神秘青年。他赶紧起身询问丁力，表示只有此人才能扭转现在局面。可此话立马让丁力语塞，并像看二傻子一样观察阿星，接着让他抬头看楼上的横幅，上面赫然写着法国赌神皮尔卡松大战上海滩赌圣今晚打老虎。阿星这才醒悟自己就是那个神秘青年。原来阿星当初在追如梦时，让吴春天给自己取个炫酷的法国名字，可奈何吴春天大字不识一个，只能随口胡诌了一个。刚没打雷舞，老粉粉，能换得更好的。哎呀，赶紧听话。刚没打雷舞。哎，今晚打老虎。就这样，在比赛前夕，丁力用这个名字制造了横幅，阿星也就成了书中的今晚打老虎。而既然书中说今晚他会赢，那么最后一定会出现奇迹。于是阿星心中默念各位神仙保佑，义无反顾地揭开了底牌。可偌大的梅花 S， 说明天上诸神正在休假，没时间搭理阿星这点鸡毛蒜皮。另一边的川岛见胜局已定，伴随他独有的魔性疯批笑声，亮出了几方底牌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红桃3竟然变成了黑桃3，当场输掉了这场梭哈豪赌。这让一辈子风头无两的皮尔卡松接受不了自己失败，气急攻心后倒地而亡。再看阿星身后，大军手持发功手势出现，很明显是他刚才又换走了底牌。要知道，在1991年，大军可是特异功能派的大师兄，如今每天被川岛呼来唤去，使唤的像条狗一样被人格践踏，他早就一肚子火了。我已经忍你很久了。再不打你，不算是男人。
见大势已去的黄金贵还想跑路，后脚就被丁力一枪击中要害，撞破玻璃后横尸当场。而也就在这时，1991年那边开始发功接阿星回去，由于他现在已经没了功力，大军便准备助其一臂之力。不过这个老六也是个人精，皮尔卡松挂了，等下阿星再一走，他留下来绝对是大爷级别的存在。很快时空隧道打开，莹莹白光照在阿星身上，他赶紧将如梦拉进光圈之中，准备带他回到1991年的香港，说不定以现代先进发达的医术，能医好如梦的痴傻疾病。只是他没想到的是，如梦一进入光圈就开始急速衰老，如果强行将他带走，就算穿越到1991年没死也是一位老人了。于是只能忍痛将如梦推出光圈，拜托丁力照顾好他一生后，独自一人穿越回到了1991。对于如梦穿越衰老这种情况，网上有一种解释我觉得挺符合的，以同一时空不能同时存在同一个人的理论来解释，也就是说如梦1991年时还活着，那时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。穿越时的如梦想跟着阿星一起回去，就会瞬间经历容颜衰变，这才导致了阿星不敢将其带走。而电影最后，随着启梦的出现，阿星再一次又坠入了爱河。仔细看远处达叔的双腿，如踩高跷一样被拔高了很多。小时候不懂，还以为这是画面失真造成的失误，现在才明白，这是对应达叔在1937年遭受的拉长酷刑。呀呵，我穿起来还蛮拉风的嘛！从当年导演5个小时写好的赌圣剧本，这个拍摄仅用37天的电影，最终以4132万的傲人成绩，成为香港第一部票房超4000万的电影。从此，周星驰结束了龙套生涯，逐渐从星仔开始变成了星爷。而当看到星爷成了当红炸子鸡后，王晶立马拉他和刘德华出演赌侠。可本来刘德华担当的主演角色，却因星爷无厘头表演太过耀眼，导致整个剧中变得暗淡无光。后来随着星爷无厘头表演越发娴熟，和达叔这对黄金搭档纵横天下，赌侠2这才跻身经典中的一部。